半夜空调坏了，我热得要死，连夜给维修人员打电话，却不想拨错了号码，打给了前男友。热，他嗓音带着刚醒的困倦，要不要来我家？半夜，我卧室的空调突然坏了。被热醒后，我果断拨通了维修人员的电话，他们是24小时营业，应该很快就会来修。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没有备注的一行号码，打了过去。嘟嘟响了2-3声后，电话接通了。空调坏了，我在悦城南区 B 栋。我言简意赅地描述着自己的需求，这样才能让他们快点来。话还没说完，听筒里突然出来了一声低笑，低沉的声线，尾音带着些磁感，传到我耳中的那一刻，我想说的话戛然而止。大晚上的，这样撩人不太好吧？林暖，大晚上给一个男人打电话报自己家地址是要干什么？我不报地址你怎么来呀？等等，这接线员声音怎么这么耳熟？我疑惑地抬起手机看了看，把电话号码仔细看了2遍。我拨错号码了，我怎么会打给程树？我蜷曲的脚趾拼命抠的，原本就燥热的心情外露，整个人彻底不淡定了。不好意思，我拨错号码了。我脚趾一边进行着魔仙堡构建工作，嘴里一边试图解释。他稍顿，那是打给谁的？我家空调坏了。热吗？热。那来我家。我现在没化妆，睡觉睡的头发乱七八糟，身上还出了汗。我大脑快速运转，在他再次开口之前拒绝。不了吧？逗你的。他兀自笑了声。有风扇吗？没，我浑身不自在极了。顿了片刻，你赶紧休息吧，打扰你了。他那边不知道在做什么，或许是快要睡着了，只听到一声很轻的好。我们这里是老城区，家电经常出问题。给维修员重新拨了电话，他们却说今晚来不了。我愣了1-2秒，拿起干净的睡衣去了浴室。花洒里的水哗哗流下来，落在泛黄的地板上，汇聚成股，缓缓流入下水道。热气蔓延开来，我回想着刚刚那通电话。我和程树半年前分手，原因是因为他总管着我，事无巨细，就连我下班时间都要精确到分。如果没回家，就会表现得很焦虑。刚开始我会以为他太在乎我了，可是久而久之，这样的相处模式真的会累。他无时无刻都在查岗。还记得我们分手那天，是因为下了大雨，我回家晚了，他竟然跑到大雨中去找我，最后自己生了一场大病。他病好的第2天，我就和他提了分手。分手吧，程树，我和你在一起太累了。他沉默了好久，想挽回，却最后只是说你该吃饭了。就连这个时候，他都在想着要按照精确的时间让我吃饭。咚咚咚，沉闷的敲门声唤回了我的思绪。我抬手关掉花洒，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了浴室。这个点，维修工人又不来，会是谁？看向猫眼之前，我已经有了答案。果不其然，是程树。我打开门，抿紧唇角看他，你怎么来了？他笑了，嗓音比电话里清晰了很多。来给你送风扇啊。我呆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问我的那几个问题。他这个人从来不说废话。不用了，我嘴硬道，我不热。那我热。他眼睛弯弯，藏在口罩下的嘴肯定在笑。我能进去坐坐吗？我没说话，可是抓着门把手的手却不自觉松了劲。本以为他要进来，可是他却只是把怀里的风扇放到我手里，睡个好觉，晚安，说着替我把门关上了。不愧是他，对我的心口不一了解得透透彻彻。第2天，维修工人来修好了空调，我反复犹豫了一会儿，搜索他的手机号，加上微信。你什么时候方便？我给你把电扇送过去。他没回。晚上下班，刚打开电梯，就看到家门口站着一个人，是程树。和昨晚不同，他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短裤，倚靠在门边，正低头打字。我手机叮咚一声响，他顺着声音抬头望过来的那一瞬，我想跑。你回来了。他眼睛亮起来，把手机收起来看我。我脚步微顿，片刻神色如常地说，来拿电扇。他点头，看了一眼我手里拿的面包和酸奶。空调修好了吗？修好了。我把手里的袋子放下，掏出钥匙开门，我去给你拿。打开门，他自觉跟着我进来，打开冰箱放我买的东西，一边忍不住感叹，你冰箱里东西挺多。我没应声，走到卧室去拿电扇。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推门进去，你不是说你不用吗？到手的东西我不用。我是不是傻？没等我说话，他已经从冰箱拿出了蔬菜，熟练地走进了厨房。还没吃饭吧？我皱起了眉，不知道程树打算做什么。天然气的火苗不断燃烧，和空气相撞发出呲呲的声音，伴随着程树不由自主的碎碎念，盘子不能这么放，容易掉下来砸到你。我给你放到这里吧。洗碗的话一定要戴手套，要不然手会被洗洁精腐蚀的。早上不要随便应付一口。我刚看了一下，你是不是就吃面包和酸奶呀？你胃不好还是要？这熟悉的话语让我愣了下神，随即升腾起来的就是难以言说的烦躁。我闭了闭眼，深呼一口气，再次开口。程树。他正在放盘子的手一顿，看向我的笑容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欢快。我给你做完饭就走，和之前一样。每次我生气，他都会表现得异常乖顺，对于我的恶语相向也从未说过什么，只是温柔又认真地回应着我。
我咬了咬牙，无情地戳破这个有些熟悉的氛围。我们已经分手了。他脸色白了几分，脸上的笑容僵了片刻，又恢复自然。没关系，那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身形猛地一僵，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攥紧，脑海中不受控制地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不好，我看着他认真地说，我不想受你约束，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盘子不按照你说的放也不会有问题，早上吃什么也是我愿意，洗碗我也可以找阿姨，我并不是离了你活不了。昨晚的电话纯属意外，如果你介意，我可以按照应有的租赁价格给你。不用了，他低声说，总是带笑的嘴角垮了下来，睫毛在眼下投落一片阴影。是我打扰你了，我心里酸软一片，没说话，咬紧牙关转身回了卧室。本想等他走了我就出去，可上了一天班的困倦随着精神放松蔓延上来，我竟然睡着了。再次醒来是公司同事的电话，小暖，咱们那个策划案需要改一下，明天甲方那边就派负责人来了，我给你发消息你也没回。我闭着眼睛听完，感官逐渐恢复。老旧的空调发出嗡嗡的声音，外面汽车鸣笛，隔壁的一对夫妻正在教育孩子，各种声音同时涌进来，让我缓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在哪。等我改完方案，饥饿许久的胃才发出求救的信号。我放下电脑，想着去冰箱里随便找点什么，却看到桌子上摆着精致的晚餐。或许是知道我不会准时吃，旁边还贴着便利贴，你胃不好，记得热一下。我2根手指捏着这张纸，犹豫了下，把它团成了团。吃完饭却又有些后悔，又重新展开，放到了茶几下面的盒子里。第二天到了公司，主管让我和甲方的负责人对接资料，方案是你做的，所以这个项目就由你负责。主管说，我把负责人微信推给你，你们聊一下工作。说着，我微信就推过来一个名片，我点开，手却顿住了。怎么了？主管见我愣住了，疑惑地问。他拒绝了。没，我看着手机上的音视频通话发消息，这2行字，眨眨眼，我们已经是好友了。你们认识？不仅认识，还熟得很。主管，能换一个人和他对接吗？怎么了？不方便吗？是有点，我颇为为难。他是我前男友。主管沉默了片刻，点头。好，那我和那边反映一下。本以为这件事和我无关了，却在临近下班看到了程树。他穿着合身的西装，打着领带，身上还喷了香水，是百合和玫瑰的味道，仔细闻还有一种冷冽的雪松味。他甚少这样打扮，再加上他长相本就出挑，一进公司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没忍住多看了他2眼，明明这么多人，在我抬眼看向他的那一瞬间，我和他精准对视了。随后那股好闻的香水味离我越来越近，直到眼前有了阴影。我抬头去看，他和主管站在我面前。小暖，这是这次项目的负责人，你们沟通一下。我还有些懵，看着主管，不是说要换人对接？你好，我是程树。他没给我和主管说话的时间。你好，我连忙站起身，看着他公事公办的样子，也开始自我介绍，我是林暖。那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他稍顿，像是看出我心中所想，补充了一句，林小姐放心，我们只谈工作。主管一看我们互相认识了，笑着打圆场，咱们都是打工人，谁也不为难谁，你们先聊着，我这还有点事，就先走了。我看着他离开，抿了下唇说，那我去给我拿资料，咱们会议室谈。程树点头，好，看起来真像和我不熟的样子，好像昨天那一切都是错觉。也是，被我那样说了，谁还会再坚持？我们在会议室大概谈了谈这个项目接下来的推进计划。你看你们那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深呼一口气，觉得有些拘束。他喉结很轻地划了一下，唇角一弯，小暖，你不用这么紧张。他气定神闲地靠在椅背上，拿起桌上的笔帽，咔嗒一声扣上。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和我对接，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可以找你们主管要求换人。我挑了下眉，我是找过主管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奏效。突然，程树放在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我一眼，站起身走出去接了电话，但他大概不知道我们这里不太隔音，所以电话里面那个男生的大嗓门还有他回答的声音精准传到了我耳朵里。程树，你什么意思啊？平时不是最讨厌来上班吗？老子熬夜做出来的策划给你看你都不看，结果我就去个厕所的功夫你就替我去了。电话那边的人似乎很生气，所以嗓门格外的大。程树都忍不住把话筒拿远了点儿。特殊情况？多特殊的情况啊，能让我们一向不注意打扮的程大公子打扮的跟个花孔雀似的？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要不然我绝对要告状。程树垂下眼眸，喉结滚了又滚，才说追老婆。我脸蹭的红了，缓慢的眨了下眼。所以程树是专门冲我来的。刚刚表现的那么游刃有余，我还以为他早就不在意了，原来都是装的。我心里在苦涩中泛起一阵甜蜜，可是一想到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却笑不出来。后面他们在说什么，我没心思听，脑子很乱。等到重新坐在工位上，才回过神。小暖，不是我不给你换，主管找到我和我解释，是因为那边听说是你才非常爽快来公司洽谈合同的。我了一声，联想到今天上午没通电话，就什么都说得通了。
主管看我不太开心的样子，不放心的叮嘱小暖，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也坚持一下，毕竟这个项目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分奖金的时候钱肯定是你的，毕竟你爸妈出事以后，你这生活还得接着过。他话没说完，似乎觉得现在说太恰当，生硬的转了个话题，能忍就忍着点，别让他一个不高兴拒绝合作。我牵起嘴角，勉强笑了一下，我知道。那就好，你爸妈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坚强，肯定也会很开心的。静默了一阵，我站起身，那我就先走了。时间不早，走出大楼时，天边最后一抹亮色消失，大楼绚烂多彩的霓虹灯亮起，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凌暖，我低头走着，心里计算着到达地铁站的时间，突然听到有人喊了我一声。我抬头看他，有些懵。你是？我是江承旭啊，你不记得了？我反应了一瞬，敷衍的点头。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长大后他和我告白，我拒绝了。后来他就出国了，我们断了联系。我就说你不可能忘了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大楼。你现在接手了家里的公司。我勉强笑了笑，没有。啊，他顿了下，要不咱们一起去吃个饭？我请你。他说完又快速补充了一句，不用了。我假装没看出他眼底的同情，平静地说，我还要回家加班。你一个月多少钱？我给你。不用了。我说着转身就想走，但没想到他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我下意识挣扎了一下，但没挣开。凌暖，你早就不是之前那个千金大小姐了，别给脸不要脸。我刚刚和你好言好语说话时看得起你，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我用力挣脱无果，手腕只觉得被他攥得火辣辣的疼。我深吸一口气，放手。你每天待在这里赚几千块图什么呢？你干脆跟着我吧。虽然现在咱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可能娶你，但是钱不会亏了你，你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怎么样？你做梦。我冷静下来，江承旭，我当年看不上你，现在更不可能能看得上你。我凌暖过什么样的生活关你什么事？你要是不放开我，我就喊人了。你喊，他毫不在乎，我保证能用钱砸到他闭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知道我不可能挣脱，干脆和他开始沟通，毕竟受罪的还是我自己。不干什么，我就想和你吃顿饭。他说的大拇指暗示性的摸了摸我的腕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好，我点头同意。你松开我，我和你去吃饭。他没松，抓着我朝他车那边走去。我低头拿出手机，快速按下了快捷键。哪怕我知道那个人我不应该再联系。电话才拨出去2秒，突然我另一只手就被人抓住了，雪松的香水味出现在我鼻侧。我停下了脚步。江承旭疑惑地回过头。程树，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讶，但握着我手腕的手明显松了些。程树点头，要带我女朋友去哪？咱们一起。江承旭愣了下，你们不是分手了吗？连这个都查到了。看来他今天碰到我不是巧合。情侣之间偶尔有点小矛盾不是很正常吗？程树垂眼看向江承旭抓着我的手腕处，我和他今天还有别的事要忙，如果你找他不是很着急就松手。江承旭沉默了几秒，不甘心地松开了我的手腕。坐到程树的车上，我们都没开口说话。少卿，他问，疼吗？我用右手遮住左手手腕处的指痕，抿了下唇，不疼。他不置可否，我送你回去吧。好，下次下班如果晚了就不要坐地铁了，你可以打车。江承旭他应该是近期才回国，知道你家里出了事，就动了歪心思。这个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谢谢你。我很认真地朝他道谢。说完，我们都愣住了。我愣是因为我竟然没被他这些碎碎念弄得厌烦，甚至甘之如饴。分手这半年，我生活中处处都是他的影子，他那些无意识的关心已经渗透进了骨子里，想剥离掉，痛苦且煎熬。我本以为自己已经慢慢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直到现在。到了小区楼下，我再次朝他道谢，他没回应，浑身气压很低。我知道是为什么，但并不想去改变。原来我们已经生疏到了这种地步。回家后，我拿出手机，发现闺蜜萧冉给我发了微信。萧冉，江承旭回国了，他知道你家破产的事情了，要去找你。我觉得他可能没安什么好心，你小心一点。我顿了下，手指在键盘上悬停片刻，敲字，已经遇到了。这句话发出去的下一秒，萧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什么情况啊？他一惊一乍的，声音急切。他没为难你吧？我就知道他知道你家破产，肯定会去找你，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着急回国。没有。我垂眸看了一眼有些泛青的手腕，走到冰箱拿了一袋酸奶和泡面。他本来是想让我和他一起去吃饭，后来程树来了。程树，他顿了下，你们又联系上了？他们公司和我们公司有合作，他现在和我对接同一个项目，今天我们刚刚谈完工作。我就知道萧冉的情绪激动起来，他之前找我问过你最近在忙什么，一看就是想去找你，而且聊工作聊到这么晚，我看他是打算找你多待一会儿。他在那边冷静地分析着，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还有可能复合？没可能。我把手机放在一边，熟练地撕开泡面桶。他很早就走了，是我美女主管找我谈话，我才出来晚了。他之所以会来，是我给他打电话了。可是暖暖，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能有机会和程树好好聊聊，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呢？我没说话，专心地拎着热水壶往泡面里面倒水。
热水浇在面饼上，溅起了一片水花，滚烫的水滴溅出来，有一滴滴到了仍然在隐隐作痛的手腕上。我轻皱了下眉，朝电话那边说：“没什么好说的，已经说清楚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初……好了，我挂了。”挂断电话之后，我找椅子坐下，趁着泡面的功夫，认真端详着手腕处的伤痕。江承旭的手劲还挺大。10几分钟后，我估计泡面差不多了，刚打开准备吃，门突然被敲响了。打开门一看，是程树，他手里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放着什么看不出来。我怎么说，现在也是你的甲方。程树笑了一下，不请我进去坐坐。我眨眨眼，没动。现在家里桌子上还放着刚刚泡好的泡面，要是被他看到，又要碎碎念。还有和他单独相处，手腕上的伤肯定会被看到，又免不了一顿说不方便。他压低声音，似乎是怕惊扰了屋内不存在的人。没有，嘴比大脑更快地做出了挽留。进来吧。想象之中的说教并没有到来。他先是看了一眼我桌上放着的桶装泡面和酸奶，在我紧张的注视下，把袋子放到了桌子上。今天临时决定要接手这个项目，所以当时没有和你打招呼，让你觉得很不自在。我对此感到抱歉。我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出来的话也没什么情绪。看到我桌子上的泡面，也没有任何的评价。今天谈完工作，我不是故意没走，他还在为我没觉得奇怪的地方解释，每一个字都在和我撇清关系。是老板说我不请你吃顿饭，着实说过去，回去正巧碰到了你和江承旭。我应了一声。那这些事，我想着既然不能去餐厅吃饭，我就索性打包了一点回来。袋子打开，里面放着的是精致的饭菜，每一个都是我之前喜欢吃的。我怔住了，呼吸错了一拍。等他离开，我看着袋子底下缓解淤青的药膏，眼眶微微红了，有些恍惚。这个嘴硬心软的傻子，明明都分手了，明明被我那么说，还要一如既往的对我好。突然，我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想起了萧冉在挂断电话前和我说的那几句话。你有你自己的计划，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呀。你不能因为想要急于找到证据而错过身边的人。半年前，我家资金链周转不开，我爸妈也在一场意外中车祸去世，公司迅速宣布破产，被其他企业收购。身边的朋友纷纷落井下石，只有程树留在我身边。可是他让人窒息的占有欲掐灭了我内心的最后一丝憧憬。分手后，我来到家里之前的公司总部上班，发现我爸妈去世，我家破产似乎并不是表面这么简单。从那一刻开始，我心里除了搜集证据、查明真相，让坏人得到报应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但是被我抛弃了的程树，一而再再而三地挤进我的生活中，让我胸腔里那颗沉寂许久的心想在挣扎着，尝试了解心动。看到程树买的药膏的那一刻，我脑子里什么都没了，只有鼻腔和眼底的酸涩。我眨眨眼，最后把药膏封存好，放在了茶几下面的盒子里。项目推进一直还算顺利，时间也慢慢凉爽了起来，进入了夏末。夏末的微风总是能抚平一切躁动。我站在天台上吹风，突然收到了主管发来的消息，来我办公室一趟。我以为是要说这个项目奖金的问题，没多想就去了。林暖，这么长时间一直让你一个人接手这个项目，辛苦了。我客套性的笑了笑，不辛苦。你爸爸之前对我也是多加照顾，你爸爸出事之后也能快速独当一面，我觉得你真的是长大了。我不明白他和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在我爸没出事之前，他是我爸的助理，后来公司破产，他来了这边做主管，薪资待遇都很不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段时间是你爸妈的忌日吧？我轻皱起了眉，心里有些复杂，也有些异样，但还是点了点头。你过段时间还要去看他们，不养好精神气怎么行？你看你来公司半年了也没怎么休过假，所以公司决定给你放个小长假，你好好休息休息。现在，主管朝我温和的笑笑，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回家了。那这个项目江总亲自跟什么？我辛辛苦苦熬夜加班做方案，一遍又一遍地修改 PPT 内容，最后眼看这个项目就要完成了，和我说要换人，我不同意。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我保持镇定。当初没开始之前，我是和你们申请过的，我说我接不了这个项目，你说那边只有事我才同意合作。现在眼看项目完成，用不到我了，就要把我换掉。不是，到时候项目奖金的分成还是由你的。我冷笑一声，语气带了点讽刺，是吗？1成还是2成？小暖，我本以为你爸妈去世之后，你的锋芒收敛了很多，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倔。他慢悠悠叹了口气，我现在和你说，这个不是和你商量，是通知你。江总是刚从国外回来，江董为了让他快速树立威信，急需要做出点成绩来，所以只能这样，你懂吗？我懂，我可太懂了。不就是江承旭回国了吗？我敢保证他是故意的。我不再和主管掰扯，毕竟他不是最后能做决定的那个人。我点头，我懂，所以我亲自去找江总。可是员工不能越级，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径直走到电梯处，准备前往总裁办公室。江承旭高中的时候学习就不好，是那种天天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早恋样样都不落的富二代。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被他爸送到国外镀金。
我推开办公室门的时候，正看到他坐在总裁座椅上打电话。我屈起指节，轻轻敲了下门。他看到我，眼底闪过一丝惊讶，下一秒就把电话挂断了。想好了，我微挑了下眉，自顾自坐在他对面。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在说什么？他看上去一脸懵逼。和程树合作的那项目，我轻抬眼皮看他装，你其实并不太需要用这个树立微信吧？你这话也就是说给下面人听的。是，就怎么样？他看着我，眼底一片嘲讽。前段时间我没搭理你是看在程树的面子上，你现在竟然还敢来找我？我怎么不敢？我笑了。你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什么意思？你那天晚上故意装作刚回来的样子来找我，想要强行把我带走，现在又故意找茬，把我快要完成的项目抢过来。其实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把我赶走吧？他脸色倏地变了。我就知道我猜对了。让我想想，我知道自己占据了主动权，语气开始不紧不慢起来。按照你的脑子，你肯定想不到这些，肯定是你爸或者你家里人受益的吧？他紧紧抓住了手里的手机，眼神飘忽，神色开始不淡定。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毕竟你的水平连高中毕业生可能都没有。我看着他，觉得十分有趣。让我猜一猜，当初我爸妈去世之后，我应聘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是通过我爸的助理，也就是现在的市场部主管。你爸以及高层领导并不知道。后来他们知道了，想要把我赶走，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又怕昔日的共同好友知道你们落井下石，怕落人话柄。毕竟我再菜，基本工作还是能完成的，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你，让你回国了。我猜对了吗？他猛地站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你别想吓唬我。没有吓唬你，但是你们费尽心思想赶我走，是为什么？心虚吗？江承旭没说话，托利坐回了椅子上。这天下午，我坐公交车去了墓园。我家和江家是世交，我爸妈和他爸妈关系一向不错，但谁能想到江家竟然为了自身的利益，竟然给我爸下套。我爸是多聪明一个人，就是因为太过信任他，导致资金链断裂，资金周转不开，我爸就去找投资，却在和江家谈判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墓园里很安静，我找到我爸妈的墓碑，安安静静地陪他们坐了一会儿。我已经找到办法了。我看着墓碑上我爸笑得很开心的照片，轻声说：“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夜色渐深，快要入秋的昼夜温差很大。我站起身回了家。我把公司这半年对外对接的项目还有财务情况认真做了一个报表，把这个企业偷税漏税的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然后给萧然打电话。你已经想好了吗？他话语中带着犹豫。想好了。深夜中，我的镜片在泛白的屏幕光下反光。我今天已经和江承旭他们摊牌了。他告诉他爸之后，他爸一定会怕我知道点什么，想要封口。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意外。但是暖暖，你都已经收集到他公司的证据了，可以让他们判几年了，还不行吗？萧然语气犹豫。你要以身试险，我真的不能答应。我们可以慢慢收集证据。萧然稍顿，继续说：你是算过了大概率不会发生你父母那样的惨状，但是谁又能保证呢？我们可以去找之前那个肇事司机，我们还可以……然然，我打断了他的话，很轻地笑了一声。你也知道，机会很渺茫，对不对？且不说那个司机收了江家多少好处，单纯找到这个人，我就办不到，更没办法让他翻供。因为那场事故发生在下雨天，发生在监控死角，甚至是用了很刁钻的角度朝父母的车撞过来的，所以连行车记录仪都没办法作为证据。而另一辆车上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这就成了死无对证。所以最后判定为了意外。我不信，也不可能会相信这个言论，所以我准备拿我自己的命换取一个能录到车祸是故意行凶的证据。而萧然是记者，他可以帮我报道出来，我只希望能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个计划是我半年前准备入职江家的公司时就做出的决定。萧然看劝不动我，最后无奈地挂断了电话。半夜12点，我被沉闷的敲门声吵醒。我稍稍活动了一下身体，发现我竟然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旁边电脑的散热器还在呼呼发着声音。我站起身打开灯，发现门外是程树。他和平时很不一样，他喝了酒，门一打开就有很浓重的酒味。门刚刚开了个缝，就被他用手用力地抵住了。门被他大力推开，几乎是瞬间，他的身子朝我这边倾斜。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你怎么来了？他似乎是很轻地笑出了声，但又好像是他滚烫的呼吸，声音比平时更带磁感。怎么？我来找我老婆，关你什么事？我手指拳了一下，愣住了。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进了家门，并且在巡视。老婆，我就知道你在家不好好吃饭。你早上吃这些不胃疼吗？你是不是经常在这里加班，不回房间睡觉？我确定他是真的醉了，清醒状态下的他是不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的。你的小盒子呢？他坐在我刚刚躺着的沙发上，面无表情地盯着面前的电脑说。我轻抿了下唇，故意装傻。什么？他没再理我，而是开始左顾右盼起来。我刚想趁着不注意把我放在茶几底下的小盒子偷偷藏起来，没想到刚刚摸到就被他发现了。原来在这里，他咧开嘴笑了。我有些无措，说是小盒子，其实并不小，这是我和他在一起之后买的。
之前是用来存钱的，这几年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家里的现金逐渐少了，慢慢的就闲置了。后来我就会习惯性在里面放一些他给我的东西，分手后一些舍不得扔掉的东西就放在了这里。随着清脆的啪嗒一声，盒子被打开了，就像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样。时间久远，里面到底放了一些什么，我自己都记不太清了。于是他拿出那张被我蹂躏完又重新捡回来的便签，语气缓慢，眼神格外认真。不是说要我走，不是说不需要我给你做饭吗？他又把那盒从未拆封的药膏拿出来，认真端详了片刻，突然偏头看着我的手腕。我没忍住开口，已经好了。用药膏了吗？为什么不用？我抿紧唇没说话。是因为我给你的，所以不想用。他手上拿着那个药膏的力度稍稍大了一点，药膏的盒子被他捏扁了。我不赞同地看着他，你别捏。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原本有些受伤的目光很轻地动了一下，随后了然道，舍不得用。是不是还喜欢我？我想说不是，但我说不出来。还没来得及说话，他整个人就靠了过来。我洗过澡，穿了睡衣，所以感受到了他身上滚烫的气息。他凑到我耳边，像是轻哄带着点鼓，别闹了，我们和好吧，好不好？喝了酒的气息滚烫，我身子不受控制的后仰，同时双手用力把他往反方向推。程树，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叫他的名字。他黑眸半抬，和我对视。他眼底没有明显的醉意，却也不是一片清明，而是压抑着什么情绪，没能说出来。一种复杂又心疼的情绪从我胸腔蔓延开来。对视了几秒，他眸光下移，落在了我的唇上。他喝了酒，气息滚烫，可嘴唇却是冰凉的。刚刚碰上的那一刻，我下意识想偏头，却被他抬手扣住了后脑勺。呼吸交错，我尝到了他嘴里还没消去的酒味，辛辣，还有点甜，让我有点沉溺其中。想和好的情绪在这一刻无限放大，甚至对于半年前自己的决定开始后悔。程树今天喝的酒度数或许真的很高，我才品尝了一点儿，就醉了。外面一片寂静，连街道上的车都少了很多。在老旧的出租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喘息声，还有亲吻时不经意间发出的暧昧声音。气氛逐渐变得不对劲，我浑身变得酥软，身子不受控制的后仰，下一秒就被他揽腰抱到了腿上。算了，就当我也醉了吧，反正明天的他应该什么都不会记得，只要我承认，就什么都没有发生。可能是太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醒来再次是敲门声，让我还没醒过来的大脑懵了一瞬，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怎么会天天都有敲门声？我深呼一口气，拿过手机一看，有几十个未接通话。刚解锁，萧冉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没多想，接起来问他怎么了？你在哪呢？他语气焦急。我在家。别骗我了，我刚去你家看了，你根本没在家，快说你去哪了？你该不是去找江承旭他们了吧？我坐起身，清了清嗓子，你再来我家敲一次门，我一定给你开。半个小时后，我和萧冉坐在沙发上大眼瞪小眼。有男人来过，他盯着我，神色严肃地说，你怎么知道？直觉。我抬手摸了摸脖子，用头发把几个明显的印子遮了起来。这个男人看来对你还挺重要啊，你为了他取消计划了？我彻底懵了，反应了几秒钟，才想起来我昨晚是打算今天早上把这半年搜集到的证据匿名举报的，但是一觉睡到了现在，大脑还没完全开始工作，放弃了也好。我看你昨天就是有点冲动，我今天生怕你出事，结果你就窝在家里睡觉，你也太过分了。快说那个男人是谁？他看我没事。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就开始八卦起来。程树，我就说我姐妹魅力这么大，离了她程树还找不到。等一下，你说谁？程树，我又重复了一遍。所以他是知道你的计划，专门来阻止你的。他应该不知道吧？我想了一下，他昨晚喝多了跑到我这里了，我就收留了他一晚。我看着他飘忽的眼神，觉得有些奇怪，仔细盯了他半晌，你好像有点不对劲。你对程树会来找我有什么看法吗？没有。他说完，意识到自己声音有点大，我只是觉得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想他？他见我没排斥，慢慢把话题引回来。那你还要实行你的计划吗？我没说话。说实话，我犹豫了。送走萧冉，我打开手机开始看消息。昨晚做了点特别的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没来得及看手机。有一条是在早晨8点程树发给我的，醒了记得吃早餐，热一下再吃。我下午回去，语气口吻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江承旭也给我发过消息，无非就是威胁我之类的话，我没回。下午5点，程树来了，还带了一份合同。昨晚的事情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很尴尬，所以很有默契的都没有提。这是什么？聘请合同？你看看。我瞪大眼睛，抬手转了下手腕，把指尖对着我，给我的。他拉开椅子坐下，像是真的在和我谈合作。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昨天你们公司那边通知我们说那个项目换负责人了，所以我就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发展。
薪资在原有的基础上加30%，剩下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只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想挖我去你们公司吗？他喉结滚了滚，微微抿着的唇张了张，却没说话。我们冷静地对视了几秒钟，我不受控制地想起了昨晚那个有些窒息的吻。许久，他才开口，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个人想让你来，他坦然地说，除了你本身确实很优秀之外，还有就是我想说，你想做的事，我可以帮你。我愣住了。他察觉到我的惊讶，伸出食指轻轻勾了下我的小拇指。昨天晚上，小两给我打电话了。他怎么了？他说你可能会想不开，还和我简略说了你的计划。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去阻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劝你打消这个念头，所以我就喝了点酒壮胆。他看我并不排斥他的接近，开始慢慢得寸进尺，手开始尝试和我交握。我知道你很想念你的爸爸妈妈，我也知道你可能现在很想让坏人绳之以法，但是你爸妈如果知道你打算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们搏一个公平的话，他们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们慢慢来，一起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好吗？或许是他掌心炙热的温度，又或许是他依旧充满力量的话语，让我原本已经沉寂的心，像受伤后重新学习飞翔的小鸟一样，想重新挣扎地学会跳动。我正式入职了程树的公司。随着事物的逐渐接手，我发现程树好像并不是在萧两告诉他之后才开始准备对江程旭家的公司进行打压的，真正的打压是从我们开始合作这个项目开始。他们这边真正的想法是要让这个项目完成不了，从而让这个项目的主开发人亏损。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江程旭非要把我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项目据为己有这件事，合作到这里也差不多快要终止了。这天我下楼买咖啡，碰巧碰到了在前公司的主管林暖，坐下来歇一会儿聊聊天。好啊，我们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你去新公司去的可真是时候啊。怎么了？你走之后，公司好几个到手的大项目都缓了，江总和江董天天都发脾气，现在公司人心惶惶，估计过段时间就要裁员了。裁员？可是我记得不是忙不过来还要招人吗？那是之前了，现在都亏欠了我们1个多月工资了。他悠悠叹了口气，听说是有一笔钱现在卡在一批货那里，等审批下来就可以发工资了。这种情况大家心知肚明，不过是搪塞罢了。我听说好像是江总得罪了什么人，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不过资本家嘛，咱们还是管不了。我周末约了另一家公司面试，也要赶紧走了。主管走之后，我一个人在那坐了好久。直觉告诉我，江程旭的公司能倒得这么快，一定和程树有一定关系。晚上下班，程树带我回去，我们2个这样的状态维持了1个多月了。他大概是知道我心里还有别的事情，知道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所以并没有急着催我要答案，而是和我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相处了起来，没有解开误会，却也没断了联系。我今天去买咖啡，碰到我爸的秘书了。回到家，我坐在餐桌前和他说什么了？他说江程旭家的公司快要经营不下去了，是你做的吗？他没回答我，反倒把问题抛了回来。暖暖，你觉得是吗？我知道是你，但是我不希望你像江家对待我家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样你也会很危险。我只是想担心我。他眼底荡起了一丝笑意，身子不自觉朝我倾斜过来，原本严肃的气氛瞬间被打破。我和你说正经的呢，我试图把重点纠正回来。我问的这个问题不正经吗？他顿了一下，那你不是担心我的话，是喜欢我？我没说话。他说完这2句，好像也没打算真的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所以开始认真回到我刚刚的问题。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结合你整合的他们偷税漏税的材料，进一步查出他们有洗钱的项目。他们的资金链其实特别单薄，我只要稍微推动一下，他们就会自顾不暇，下一步就会有相关部门去查。我眼睫轻颤，垂下眼睛遮挡住眼底的神色，点头。好。从他的话中，我察觉到他好像从始至终什么都知道。第2天，他找到我，和我说带你去见个人。见谁？肇事司机，他现在还在服刑。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犯案的事情，我不知道程树是如何打通的关系，我只知道警方允许我在非探监的日子见了他。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和他谈好了，带你来只是考虑到他是不是知道一点叔叔阿姨的事情。这是一个看上去50、60岁的人，被剃得很短的头发满是花白，神色沧桑。我和他谈了很久，他看到我就和我道歉，他说他不是故意的。我女儿得了心脏病，急需要做手术，又找不到合适的配型。江董说只要我愿意做，我女儿的手术包在他身上，还同意给我50万。我听了突然觉得很好笑。人都是自私的，谁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就像这个司机，他也是一个可怜的父亲，他有了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儿，却再也不能和她团聚，也让我再也没有了家。当时江董没告诉我说坐着的是2个人，我也不知道是2个人。我要是知道姑娘你以后就没有家人了，我肯定不会做的。我会在法庭上说出真相的，不管能不能为你提供帮助。出去的时候，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抬头看天，灰蒙蒙一片。突然雨停了，我抬头一看，是程树停在了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把伞。我们走吧。他的声音有些浑浊，像是混进了雨，又像是哭过。
我点头，好，事情处理的并不简单。半年前已经结案的案子拿出来重新审并不好审，一来二去大半年过去，才让大家知道我家破产的真正原因，也让大家知道了江承旭家有多恶毒。开庭那天下了好大的雪，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和程树并肩走出来，迎面而来的凉气让我眯了下眼。回到家，他下意识开始说教我，说了不让你穿这么薄你不听，下雪是不是很冷？我给你煮碗汤，你趁热喝掉。还有，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碰凉水，你怎么不听话？我朝他笑笑，本以为他还打算说什么，却看到他突然欲言又止起来。怎么了？我是不是又开始无意识管着你了？没有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愿意让你管着我。可是我突然想起1年前我和他提分手时的原因，正色道，我是不是从来没和你说过？说什么？我当初和你分手，从来不是因为什么你总管着我，相反我很喜欢你照顾我，你管着我会让我觉得我有人在乎。我当初和你分手，是因为我想替我父母找回公道，但是这个并不好做，搞不好自己家的公司都要赔进去，所以我选择自己承担。我本来是打算用自己的死亡来揭穿江承旭他们一家的真面目的，但是那天晚上我看到你翻我的小盒子，我突然就不想死了，因为我舍不得你。我知道，他很轻地叹了口气，你当初和我分手后，我也在做这个工作，我本来是打算用这个来当做挽回你的理由的，所以他真的以为我是受不了他对我的占有欲才分手的。我知道你那段时间是那么紧张，我是因为我爸妈刚去世，你怕我做傻事，我都明白的。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名分？我茫然地眨眨眼。现在不算吗？不算，他说，我给你置办了新家，林暖，我们和过去告别，我给你一个全新的家吧。好，外面的大雪疏疏地下着，但我不觉得冷，因为我有家了。